2028，广东话叫什么？28，我们就超喜欢的，容易发财，所以就希望大家，我们今天喝什么酒？过年还是喝奔富吧，这个名字这么好，对不对？奔富的 marketing 做的简直是对啊，对啊，太好！你想想看，朝着财富狂奔而去，不是慢慢走，你就是跑过去，奔跑而去，谁会不爱？绝对是过年最应景的酒。对啊，其实，在华人圈，我像原来在北京的话，奔富真的是很出名，然后很受欢迎。我们出去喝酒的话，如果我们去喝澳洲酒，80%的情况我们都去喝奔富。是真的有名副其实吗？它的质量？它质量真的是很高，真的很高。但确实在澳洲，我刚来的时候，别人会说我们澳洲人不喝奔富。好像是耶，我记得我跟我朋友去吃饭，在澳洲，我觉得很少，讲真的会点奔富。比方说，我原来4-5年前刚在餐厅工作的时候，我就问我的同事，你们酒单上怎么会没有奔富？他说这不是吗 ？Grange 格兰许，就是在澳洲人的眼里面，奔富好像就跟格兰许划成了等级的。但格兰许你也知道，Grange 至少$1000以上一瓶，真的不是每个人负担得起，很贵。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款就会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比较高一点，对。其实它的产品线很多，是我们知道407、707，那确实也确实不便宜。这款其实是我很喜欢，然后很多像在奔富工作的，然后澳洲的侍酒师他也比较推荐的一款，就是宾28，比较经典的澳洲的希拉子该有的样子，就是饱满奔放，很多李子、水果、巧克力各种各样的味道。今天来试一下这个，它颜色也很深，颜色好浓郁哦。对，然后很多好香，这款酒非常香。我第一个闻到的味道会是樱桃，像那种塔斯马尼亚的那种很熟的黑樱桃，又甜又脆又大的黑樱桃，对，完全是这个味道，很多那种黑樱桃汁在里面，好像又有一些像巧克力这种烟草tobacco 之类的味道。有没有一点薄荷味？有一点薄荷味，就是这种桉树，它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就会释放很多这种很芳香的气味，就闻起来像薄荷一样。所以它们随着不管是风水或是土壤，对，然后就到达我们的葡萄里面，所以酿出来之后就会有一点它们的影子在。对，我之前好像有听人家讲过说，比如说你种巧克力，就会有可可的风味在酒里面，或者说苹果就会有苹果的风味，所以不是，对不对？只有桉树这个，只有桉树，这真的是要辟谣。如果是巧克力的话，它这个风味是更多时候来自橡木桶。Right 但如果是桉树的话，就真的是很多情况来自于澳洲的风土。澳洲的希拉子的特点呢，它会用更多的美国桶，法国的 Syrah 希拉会用更多的法国桶，那法国桶会更新香一点。那澳洲的这种美国桶的风格呢，会更甜美，甜一点，巧克力大一点，然后 coconut 这种椰子的味道，有时候也会找到。它的口感非常的圆润，我有注意到一点，刚刚喝的第一口，它的单宁非常非常的润。其实澳洲的好的澳洲希拉子，你确实能感受到单宁，但它这个单宁是非常细腻、非常细致、细腻。很成熟的单宁，这个单宁会感觉你是在吃水果，但那个水果皮是很成熟的水果皮然后澳洲的希拉子它会感觉非常的果味充沛，然后它是它整个口腔里面会充满了各种水果的味道。所以说真的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款会这么好喝但其实也不贵也就是40多澳币，200多人民币的价格，非常的符合我们过年的年菜。过年你就是要吃肉嘛，对，你会配合一些什么东西来搭配我们这款
希腊子。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你要是西餐的话，那就是牛排，牛排真的很大，绝对。那中餐的话，比方说黑椒牛仔骨啊，会很大。比方说红烧肉啊，红烧肉一定大。注意到它的这个名叫冰28，28广东话叫什么？28，我们就超喜欢的，容易发财所以就希望大家过年都容易发财。你看它名字取得有多好，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包装有多美啊！其实是澳洲非常有名的一个本土的设计师，叫 Michaela， 哇，他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包装，其实它的寓意是 adventure， 对，去冒险。那它的这个设计是一个深海嘛，那就是要去深海去探险。海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今年过年是什么？是龙年。龙年，对。像不像海底的龙宫？而且又红咚咚的，好喜。而且它不是只有包装好看，它的酒也非常的好喝。它酒还蛮适合中国味的，完全是。所以说我们今天介绍这一款冰28，所以说是 Penfolds 奔富的希拉子 Shiraz， 超好喝的。 Cheers。 Cheers。